我自己的了。腿上每一块肌肉都在突突地长着，走路犹如提着千斤重的钢板。我觉得再长下去，我是不是会变成大力水手？只要每天靠蹲马步，就浑身上下都是肌肉。顾晨瑞对于我每天心无旁贷的蹲马步很是满意。大半个月后，他不再执着于我蹲马步了，开始教我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劈腿、出拳、闪身等。我看着不用每天蹲马步了，心里很是高兴，练起来也格外带劲。好，这个腿再抬高一点，手臂挥出去的时候再用点力。顾晨瑞在旁边纠正着我的错误，一边做着示范。我认真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努力使自己的动作跟他保持一致。好，就这样，保持。顾晨瑞满意的连连点头，我心中高兴，只要达到他的要求，应该就可以少蹲一些时间的马步了吧？那我更应该认真点。嘿哈嘿，我认真地喊着口号，一遍遍地重复做着顾晨瑞指定的动作，伸手踢腿，转身跳跃收势。一连串动作下来，让我有些气喘。虽然已值初冬，可是细密的汗仍热从我额头渐渐冒出，背上隐隐泛起一层湿意，让我有一些燥热。好，把这个动作练10遍，然后休息一盏茶的时间，再蹲一炷香的马步，今天的课就算结束了。顾晨瑞看着我已经一丝不差地完成了整个动作，张口给我布置了今天接下来的任务，他便有事先回宫了。我知道他作为上官玉的伴读是很忙的，应上官玉之托教我武功完全是靠挤出来的时间，所以我必须认真学，不浪费他的每一分时间。今天他给我布置的任务起码可以早下课1个时辰，看来认真蹲马步的结果就是可以少受一些罪。我不由得高兴地连声说：恭送师傅，徒儿定当按你的要求完成任务。顾晨瑞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忙转过身来扶住我，口气恭敬道：你怎么给我行起礼来了？你是主子，我是臣子，这不符合规矩。我嫣然一笑，我这二哥也是书呆子一个呢，现在院子里就我们2人，谁会看见呢？我含笑地看着他，认真地问：你是我二哥，又是我师父，于情于理都是长辈，怎么就受不得这个礼呢？长辈？顾晨瑞听见我称呼他为长辈，嘴角一抽，手上一呆，扶住我的手收也不是，放也不是，一时讪讪地看着我，不知该作何反应。我看着他发愣的模样，不觉莞尔一笑，所以呀，给师父行个礼有什么关系？你本就受之无愧。我说完，恭敬地行完那个礼，顾晨瑞木然地看着我，自知说不过我，半推半就地受了我的礼，脸上神色有一些紧张，好像生怕皇上会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丞相府一样。我强压住想要笑出来的冲动，正了正神色，一本正经地说：好了，恭送完了师父，徒儿要练武了，师父慢走。顾晨瑞被我的2句话绕得有些头晕，腼腆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也顾不得答我的话，飞快地掉头就走。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压抑许久的笑终于再也克制不住，望着他离去的方向哈哈大笑起来。第24章礼物2。时间如白驹过隙，深冬降临，转眼我已经学了2个月了。顾晨瑞教得很好，我的武功已小有成就，已经完全可以打败不会武功只靠蛮力战胜别人的人了。为此上官玉很开心，为我可以简单的保护自己而欣喜。玉儿，太好了，虽然你现在还只是学了个皮毛，可是这样已经足够保护自己了。你嫁进皇宫后，有我和大内侍卫保护你，你的安全不会有问题了。上官玉在看过我为他的表演后，抚掌评论。我对于自己现有的武功非常满意，不过看多了电视剧里大侠飞檐走壁，来去如风的轻松自在，对于独步天下的武功还是非常向往，所以我决定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水平，必须继续学习，争取完成前世的梦想，做个女侠。不过这个梦想不能被上官玉知道，否则恐怕现在就要让我停止了。玉儿，今天陪我去街上一趟吧，我要买点东西。你要买什么？不是快过年了吗？我得给父皇和母后买点新年礼物。他一边替我整理着东西，一边说道。啊，新年！经他提醒，我顿时想起来，原来还有10几天就要过年了。
我现在每天沉浸在练武中，根本忘了府里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准备过年的东西了。好，那我今天就休息一下，陪你去买东西。我说到这转身就往房里走去，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件衣服。哎，等等。他叫住我，我回头，怎么了？别忘了把那件围脖带上。围脖？我一顿，立即想起来，他说的是他打给我的那件围脖吧？好，知道了。我扬唇一笑，心情愉悦地跑回房中。为了便于上街，我选了一件窄袖低腰的淡粉色裙襦，上面很束身，只是到腿部才有一些下摆，而且花色简单素雅，几朵兰花隐隐约约地绽放在微小的裙摆间，与大家闺秀从肩部以下就开始显示出奢华的风格不同。这件衣服乍一看与一般女子的服装无异。我穿戴完身上，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上官玉送我的那件围脖，因为上次的矛盾，我把那件围脖扔到了箱底，准备再也不见它，谁知它现在又重见天日，这算不算咸鱼翻身？我拿起围脖，貂皮柔软的触感让我心头战栗，我想起上官玉柔和如水的笑容，心头暖意涌现，默默地看了会，才走到镜边，仔细地第一次戴起他送我的围脖。淡棕色的围脖配上淡粉色的裙襦，温馨甜蜜的感觉呼之欲出。如果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我想我愿意。仔细装扮一番后，我踏着轻快的步子走出房间。上官玉看到了我脖子上的围脖，脸上顿时露出笑容，快步迎上来。走吧。他自然而然地拉起我的手，一起朝门外走去。我蓦地被他拉住手，心中一阵狂跳，嘴角的笑意如泛滥的洪水，收都收不住。我们决定舍弃马车，步行到大街上去。后面的侍卫看到我们就这么走了，忙赶上来，着急地问：主子，不乘车了吗？上官玉紧了紧我的手，淡声道：这天气怪冷的，我和玉儿还是走走的好，你们在后面跟着吧，马车就先放在丞相府。见上官玉这么说，侍卫也不强求，应了声是就退下了。我们走了一会，我回头朝后看了看，总觉得有人跟在后面很不自在。正想办法让上官玉叫他们能不能别跟在后面，谁知回了头才发现，目之所及，根本连个侍卫的影子都没看到。难道这是他们跟上官玉的暗语，跟在后面就是看不到人影子？还真是奇怪的暗语，不过正好是我所希望的，那么一切搞定，现在我可以高枕无忧了。第24章礼物3。也许是大家正在采办年货的原因，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与现代过国庆节时路上到处都是人有的一比。上官玉紧张地紧了紧我的手，慎重地说：拉紧我，千万别走散了。我嗯了一声，任他嘴上说着让我拉紧他，其实自己已经紧紧地拽住了我的手。其实这样的场面他看到会紧张，但是对于出生在现代的我来说，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了。古代人少，人们偶尔看到人山人海会感觉惊奇，但在现代，每天早上的上班高峰期，动不动就是车水马龙，公交车挤的人都上不去，地铁更是一班接一班的开叫那样的场面，这里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对了，你准备买什么？面对这样的人潮，我恍然有一种回到现代的感觉，但是还是希望快点办完事走人。在现代受够了人挤人的感觉，实在不想在这里再受一次了。上官玉东张西望，记得今年夏天爹爹想要一块福寿里的羊脂玉佩，可是这3种花纹都很繁复，放在一起搭配的不好就显得混乱，但要是搭配的好，样子就非常好看。所以因为难雕，这样的玉佩只有在谁特别嘱咐后才会去雕。府里的一个师傅只在10年前给我爷爷雕过一次，其他人都从没有雕过。来张管家想要是爹爹坚持要，他就让师傅去雕，但是爹爹提过一次后就被其他事情分去了注意，之后也就没再提，于是管家也就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我想快过年了，府里也不缺人送个金啊银的什么东西，我要是能帮爹爹买到一块他心仪已久的玉佩，也算给他一个惊喜，所以今天特地出来看看，不知能不能找到。哦，原来是要给皇上买玉佩呀，虽然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
可是上官玉的一番孝心可嘉，想必皇上收到这样新年礼物肯定会很高兴吧。想到能有这么一个有孝心的相公相伴一生，心里高兴，点头道：好，看在你这么有孝心的份上，我今天就是跑断了腿，也要陪你买到那个玉佩。上官玉开心地笑起来，拉起我朝京城最有名的玉佩坊天字第一玉走去。进入坊间，我顿时吃了一惊，这天字第一玉的名字倒真不是瞎取的。只见偌大的一间门面里，从东到西整齐地排列着一长排柜台，里面有次序地放满了琳琅满目的玉器，小到含珠玉佩，大到如意玉瓶，种类繁多，应有尽有。看来上官玉真是选对了地方，这样的店里应该会有皇上要的福寿礼羊脂玉佩吧。上官玉拉着我走到柜台前，问柜台上的小二：你们这里有福寿礼羊脂玉佩吗？小二正在擦着玉器，听到上官玉的问话，惊讶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才说：没有，这个要预定的。预定？上官玉也有些惊讶，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京城最大的玉器坊，福寿礼羊脂玉佩也要预定的。小二点了点头，福寿礼3色的玉佩代表的是大吉大贵，而且用羊脂做的一般只有贵族才会用。本店虽是京城第一家，但是如此昂贵的制作费用，没有人预定，我们也是不会做的。我们听罢，上官玉想了一下，好，那我就预定一块。小二一听我们要预定，脸上露出殷勤的笑容，忙招呼我们到旁边坐，嘴里说着：公子小姐请等一下，我这就叫我们的老板出来。我和上官玉点了点头，在他指的位置坐下，没过一会，老板就出来了，拱手道：两位好，在下听小二说你们2位要订一块福寿礼的羊脂玉佩。第25章礼物4。上官玉站起身：是。老板点点头：好，什么时候拿货？这个月底吧。上官玉算了一下时间，因为今天已经是20了，所以这个月底拿货是最晚的时间了。老板顿了一下，这个月底那只有10天时间了。听老板的口气，我觉得他似乎要说什么。果然，上官玉也听了出来，直接避开那个话题问：价格是多少？老板笑了笑：1000两银子。1000两。上官玉还未来得及说话，我已经叫了起来：他在打劫吗？一块没有花纹的羊脂玉也就300两的样子，即使雕上福寿礼3种花纹，加上人工也不会超过200两，他居然要1000两。姑娘别惊讶，我可没有乱开价。老板看我满脸诧异，急忙解释：福寿礼3种花纹的雕刻颇费功夫，而且公子又要在月底拿货，我们的师傅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班加点的赶制，所以姑娘，这个价格出的并不高。我静静地听老板把话说完，老板的话表面上听着有理，可是细细一品味，就可以找出破绽了。我承认老板说的很有理，虽说福寿礼的雕刻颇费功夫，可是你们店里都是老师傅了吧？老师傅雕刻一个图案只要3天时间，2个图案只要6天，你们的师傅手艺都是1等1的好，雕出来的东西质量当然有保证，根本不用考虑是不是会推倒了重来的问题。那么至于多下来的4天，就是打磨修改处理。10天时间足够天字第一玉雕出一个精品，哪里来的加班加点？莫非老板对自己的师傅不信任？我的一番话说得不轻不重，唯独在老板视若命根的雕刻师傅上加重语气。老板一听连忙否认：当然不是，我们的师傅都是1等1的好。我点点头，这不就结了？那多出的200-300两银子怎么算呢？这个嘛。老板擦了擦额上的汗，知道碰上了对手，一时狡辩不出来，只好耍赖。姑娘一张嘴真是厉害，可是咱们也是小本经营，这瞧着快过大年了，拿点压岁钱也不犯法吧？哼，看来老板看准了我们是有钱人，连拿压岁钱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不禁失笑，正在开口，感觉手上忽然猛地一紧，抬头一看，上官玉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了，想必从刚才一直压抑到现在已经接近他爆发的临界点了吧。我真怕他万一来个一甩手，一伙侍卫就冲出来，那老板肯定做不成这个生意了。你别冲动，我自有办法。我轻轻摇了摇他的手，
用极低的声音对他说。上官玉看了看我，眸中怒气渐淡，将头转向一边，望向其他地方。我笑了笑，缓了缓语气对老板说，老板真是小孩心性，还要压岁钱呢，看来我们得找一个比较成熟点的老板，这样才好谈价钱。我叹了口气，有些惋惜，真是可惜了。玉，我们走吧，换一家。我拉着上官玉转身准备离开，他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我用的是欲擒故纵的招数，嘴角向上扬起一个弧度，顺着我的步伐一起朝外走去。哎，两位等等！老板见我们真的走了，急忙着急地喊住我们。我和上官玉默契地对视一眼，由他回过头，淡淡地问：什么事？老板尴尬了一下，仍是讪笑着迎上来，有事好商量，别急着走嘛。第25章礼物5。我在心里笑翻了天。这天字第一玉虽然是京城最大的玉器行，可这1000两银子的生意着实算个大生意了。一般的店家都是不舍得放弃让给别人的，而我正是利用了老板这个心理，跟他赌上一赌。上官玉不置可否地看着他，怎么说？老板咽了咽口水，讪笑着伸出一根手指，跟你们便宜100两银子怎么样？上官玉冷笑一声，咱们家不差这100两银子，200两怎么样？老板咬牙。上官玉看了我一眼，见我抿了抿唇，便毫无表情道：玉儿，咱们再上哪家去看看？300两，最多300两，不能再多了。老板急起来，几乎是拼死一搏的，最后咬定一个价格，面色沉暗。700两，不错，这个价格几乎是到底了，要是再砍下去，恐怕老板就要发飙了。好，就这么说定了，付定金吧。我朝他点点头，爽快地答应700两的价格。老板像泄了气的皮球看了我2眼，拿出一张单子，把材料价格、取货日期写下递给我。我看了看，没发现什么不妥，又递给上官玉看了看。他点点头，掏出银票付了定金。我满意的对老板说，那就麻烦老板了，我们到时来拿。老板像双打的茄子似的点点头，送我们出门。走出天字第一玉好远后，上官玉才大笑起来，玉儿，你好厉害，这样的价格老板也能同意。你看老板那个脸都快哭出来了。我扬唇一笑，这里和前世的那些店一样，卖出的价格都要比进价贵好几倍，他们那些行业都是暴利，不好好砍价，我们就被他们坑惨了。他拉起我的手，高兴道，虽然家里不缺钱，可是我能娶到玉儿这样会持家的媳妇，看来我上官玉是3生有幸。我被他捧得如飘云端，拍了拍胸脯说，那是，你以后可要好好待我，不许欺负我。小生哪敢呀？他故作畏惧状，低眉垂目地看着我。我心情大好，主动拉起他的手，小跑着准备回府。哎，等等！他拉住我。怎么了？我不解地看着他，不是已经给皇上买完礼物了吗？怎么还不回去？还有母后的啊！他压低嗓音凑到我耳边。哦，对哦，还有皇后的呢，我怎么忘了？我拍了下脑袋，对，买夫人的去。对了，给夫人买什么呀？我走了2步，忽然想到自己根本不知道上官玉准备给皇后买什么，不由得停下。他点了下我的头，没好气道，你呀，总是这么鲁莽。我揉着被他戳痛的头，刚才还表扬我厉害呢，现在就说我鲁莽了，男人真是善变，比女人还会变。废话少说。说，去买什么？花瓶。什么？买花瓶？我知道皇后是爱花如命出了名的，可是宫里没有花瓶吗？还作为新年礼物特地出去买。上官玉像是明白了我的疑惑，跟我解释道，你不知道啦，家里的花瓶都是青花的，娘整天看着觉得没有新意，想换个其他的，可是家里除了那些就没有其他的了，所以我希望在市场上买2只比较特别的花瓶。哎，看来人人都说皇宫好，要什么有什么，照我看也不咋地呀，要玉佩没玉佩，要花瓶没花瓶，什么东西都要到市场上买，简直比咱们府还要麻烦。不过青花一直以来都是皇宫的贡品，我不知道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能入得了娘的眼。第25章礼物6。
这个吗？我眨了眨眼。自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青花瓷器后，这种瓷器就一直独霸着中国瓷器之首千年之久。皇宫贡品为青花最好，甚至时至今日，青花瓷仍是大多数瓷器收藏者争相追逐的热点。不过，既然皇后已经厌倦了青花，那就用彩绘，五颜六色的图案应该会给已经看惯了一种颜色的皇后带去些惊喜吧。既然不要青花的，我们可以用白瓷彩绘啊。白瓷彩绘？对，洁白的白瓷绘上五颜六色的花纹，我想应该会给夫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吧。白瓷彩绘，上官玉略微思考了一下，点头道：好，彩绘就买白瓷彩绘。决定了品种，我们直奔京城最大的陶瓷铺。小二一见有生意进门，忙热情地招呼我们，客官要买什么？我在店里扫视了一圈，在商铺左边看到了白瓷彩绘的花瓶，正要跟上官玉说，他已经快我一步拉着我走过去了，显然他也看到了。这瓶子不算漂亮，他看了一圈，低声跟我交换意见。我把几个放在架子上的瓶子逐一看了一遍，发现做工还算精致，可是花纹并不很漂亮，属于很平常的那种，也不大气。若是一般百姓买回家，那自然算是精品了。但要是把这个呈给皇后，恐怕就上不了台面了。我们得自己定，他们摆样的一般都一般。是。上官玉显然很赞同我的观点，回过头指了指白瓷对小二说，我们要订一对彩绘白瓷花瓶。另外，在白瓷上镀一层金色，不要很深，浅浅的能看出意味就可以了。我在旁边加了一句。小二不解地看着我，镀一层金？对，镀一层金粉，淡淡的。为什么要镀金粉？上官玉也不太明白我的用意，不由得轻声问。我朝他比划了一下，在白色上镀金色，显得尊贵大气，而且白色在光照之下显得更加白如凝脂，光润明亮，会非常赏心悦目。哦，是吗？有这样的效果？他惊奇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拍品，就是用白瓷做的，上面镀了一层金粉，整个瓶子显出无与伦比的大气与精致。当初被一位收藏家以高价拍走，留下无数遗憾的竞拍者，纷纷扼腕叹息。好，那就加一层金粉。小二也许是从没有碰到过要在白瓷上加金粉的人，犹疑了一瞬后，还是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只是跟我们说价格会相对提高一点。见我们没有异议，他继续问，那两位要什么图案？这个吗？上官玉看了我一眼，沉吟着踱步走到柜台旁，看着摆样在那里的那些瓶子，缓缓道，牡丹吧，配以枝干和叶子，别光秃秃的只有花。听见上官玉要在瓶子上绘牡丹，我不置可否。不可否认，他让店家在上面绘牡丹的确没什么创意可言，但是要献给当今国母的，我想不出除了雍容华贵的牡丹，还有什么花可以与之相比。既然不能出彩，我们也不能出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牡丹是最保险的选择，也是最合理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又跟他讲了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小二一一记录，最后点头说，客官放心，我们保证做出让你满意的产品。好，那我4天之后来。我说，我决定等店里的师傅做好胚胎，镀上金粉后过来看一下效果，毕竟他们从来没做过，别到时嘴上是明白了，实际做出来又是另一回事，那等到取货的那天，我和上官玉才要干瞪眼了呢。第26章盛装，订完了皇上皇后的礼物，我有些累了。上官玉看我面有倦色，招呼了侍卫将马牵过来。我也没看清他是怎么让隐在人群中的侍卫就这么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2个侍卫眨眼就将马牵了过来，躬了躬身，恭敬地喊道：“主子。”上官玉点了点头，神色温柔地揽过我，柔声道：“骑马吧，走了这么多路了，别累着。”我点点头，没有任何意义地走到马边，正担心这马这么高该怎么上去，身体忽然一轻，上官玉已经抱起我，将我扶到马上。坐稳了，他说了一句，随即自己也坐上来。我惊讶看着他，旁边不是还有一匹马吗？
他怎么跟我做一匹？我的惊讶并未让他有什么不自然，他伸手将我揽入怀里，自然而然道：你很少骑马，这马又是我的坐骑，别人控制不了它。这马是他的坐骑？我直接坐到了太子的马上，还和他同乘一骑。我想我要晕掉了，这件事肯定很快就会在皇宫被传成太子夫妻伉俪情深，同乘一骑京城买礼物。虽然我跟上官玉感情好，可是我也不想我们的私人感情被人们传来传去，整天被人挂在嘴边，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那我坐另一匹好了，不要麻烦了，你看侍卫都已经不见了。他抚在我耳边，温柔地打断我，呼出的热气喷在我耳垂上，让我的耳朵一下子热了起来，脸颊也跟着发烫。好吧。我泄气地朝周围扫视了一眼，发现侍卫的确已经不知何时又消失了。该死的上官玉，故意让侍卫来无影去无踪，让我只好由他摆布。上官玉见我不作声了，心情愉快地驾起马，马儿听话地长啸一声，撒开蹄子欢快地跑起来。回到府门口，他将我抱下马，把礼物的收据塞到我手里。我不能经常出宫看进度，就麻烦你有空帮我去看一看了。我收起收据放进袖子里，嗯了一声道：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保质保量地完成。他点点头，那我走了。最近宫里忙着准备过年的事情，忙得很，我可能不能出来看你了，到时你进宫来玩吧。我应了声好，心想即使要进宫，恐怕也是除夕夜吧，不然我可不会没空跑宫里去，给别人做观赏品。那我走了，你自己别太累着了，该休息就休息。他嘱咐我，一步三回头地朝前走去。我目送着他离去的背影，忽然想到一件事，等等。我快步往前走了2句，嘱咐道：你跟排除夕晚会的管事说一声，给我留一个节目。你要表演？上官玉惊讶地看着我，眼中满是疑问。我点点头，我准备表演一个小节目，让大家开心一下。可是你身为太子妃，怎么可以给大臣表演节目呢？我不是还没嫁给你吗？还算丞相的女儿吧，而且只是表演一个节目，不是唱歌跳舞之类的，是戏法。其实我想说魔术的，可是中国几千来把近代称为魔术的表演都称为戏法。如果我说是魔术，上官玉肯定要摸不着头脑了。戏法？他有些吃惊，你会表演戏法？第26章盛装2，也不是很难的啦。我挠了挠头，在现代看到过很多魔术表演，对其中那些卡车消失、阿巨人、阿人体3分身感兴趣的不得了。不过在这里没有先进的灯光设备、人手、道具，想要表演这种节目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点的魔术——空中飞人。就是表演者拿着一张床单盖在躺卧的人身上，只露出头和脚。躺着的人便会随着表演者的口令上升或下降。上官玉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连连点头。好啊，我帮你跟陈大人说，让他给你留一段时间。我点点头，又加了一句：那我既然要给你们表演，你得跟二哥说我最近不能练武功了，我练习一下戏法。我话音刚落，上官玉愣了一下，忽然敲了下我的额头，含笑道：丫头，你不会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吧？哪有？我撅了撅嘴，我可喜欢着练武呢。我还想当女侠呢，只是你不知道，要不是想给你的父皇母后还有你一点乐子，我用得着这么用心吗？玉儿，上官玉立刻厚脸皮地凑近我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干巴巴地问：干嘛？他丝毫不介意地嬉笑着，伸手将我抱到怀里，嗅着我的脖颈，不打反而厚脸皮地说：你好香。走开，少油腔滑调。我推了推他，嘴角却是抑制不住的向上弯起一个弧度。他紧了紧搂在我腰间的手，埋手在我颈边继续说：我就知道我家玉儿最好了。他的话让我心中满足，推他的手也不那么用力了，身体跟着慢慢放松下来，近乎半个身子倚在他怀里，半真半假的说：上官玉，你以后不可以再那么说，不然我就真的要生气了。好，我以后再不敢那么说了，玉儿，你别生气。他柔声答应我。我嗯了一声，
闭了闭眼，换了个姿势，伸出手勾住他脖子，舒服地倚到他怀里。有福如此，夫复何求？今天晚上是除夕，从早上起，鞭炮声就陆续不断地响起，吵得我不能睡觉。啊，太痛苦了！我疼的一声从床上坐起来，烦躁地用被子堵住耳朵，不停地摇头。娘亲推门而入，没有像往常一样指责我作为一个大家闺秀怎么又在吼来吼去的，而且含笑着走过来，玉儿赶快起来，待会就要进宫了。哎，我长叹一声，无奈地掀被而起。今晚是除夕，皇上大宴群臣，各大臣命妇早晨就可以进宫欢庆，一直可以待到晚上子时除夕过完。路途较远的官员甚至可以住在皇宫特地为大家准备的客房里。皇上想得之周到，准备之充分，大家务必会玩得非常尽兴。我在娘亲的督促下乖乖地起床打扮。平时我都是捡最简单的衣服和发饰往身上一弄就结束，既节约了丫头时间，又方便自己练舞。但是今天大过年的，在娘的监督下，我不盛装打扮一番都不行。娘心情极好，兴致勃勃地拿出一件衣服对我说：“玉儿，穿这件吧。”第26章盛装3。我看了一眼，怔了一下，妈呀，穿这么漂亮干嘛？又不是要结婚。娘，穿这件就好。我拿出另外一件在身前比划着，她看了看，摇头，不行，不够贵重，还是这件好。可是这件好像太漂亮了吧，不会把皇后公主的风采盖掉吗？我担心地问，要是我穿的比皇后和公主还漂亮，那我以后不要过日子了，直接隐姓埋名去山里蹲着吧。娘好笑地瞥了我一眼，这样就叫漂亮了？那他们今天穿的那些你看见了，不是要吓死？难道他们比这个还要好？我拿起娘给我选的那件衣服，左右看了看。这件衣服整套都是用冰蚕丝做成的，配以淡粉、淡黄、淡蓝、淡绿以及金色丝线5种颜色。上半身用纯白的冰丝中镶嵌淡蓝作为底色，周围绣着几朵荷花，轮廓用金线勾勒。远远看去，几朵清丽的荷花浮在蔚蓝的水中，淡雅中带着一份金色的高贵。相比上身的高贵优雅，下身则奢华许多。裁成流苏样的淡黄和淡绿色绸带间隔地从裙上垂下，每一串上都配以璎珞、东珠和钻石。3种钻石在阳光的照射下闪出五彩的光芒，远远看去，流光溢彩，整个人好像包围在淡淡的光圈中一样。这件衣服定是费了娘亲不少精力，让人专门为我在除夕夜准备的吧。这番心意，即使我不感动，也不能说什么了，只能欢欢喜喜地接受。好吧，管他风采会不会盖过皇后和公主呢，我只要自己活得恰意自在就可以了。每人都有每人的命，真要有劫难，就算逃也是逃不掉的，不如穿得漂漂亮亮去赴宴，还能让上官玉惊艳一下呢。想到那个人看到我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我不禁抿嘴偷笑了起来，心里的顾虑一扫而光，高兴地接过衣服向娘道谢：“谢谢娘，我这就换上。”娘一听我愿意穿这件衣服了，立刻松了一口气，赶忙让红儿帮助我一起换上这件看起来漂亮至极的衣服。不错不错。娘亲围着我上下左右来回转了好几圈，不住地点头，啧，这件衣服简直就是为我们玉儿量身定做的，真是太漂亮了。娘，你好了吧？我要梳头了。看着娘不停地围着我看，我都快被她看得不好意思了。待会要是上官玉那臭小子这么看我，我索性打个地洞钻下去吧，不然真的会尴尬死。好，娘不看了，你赶快打扮吧。她用手绢捂了捂嘴巴，眼睛已经笑得弯成了一弯月牙。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得转过身去，任由丫头们在娘的吩咐下，在我的头上折腾来折腾去。第27章进宫。大半个时辰后，他们终于结束了这令人抓狂的过程。我近乎瘫软地倚在凳子上，脖子酸得不想动了。好了，快站起来看看。娘兴奋让丫头拿过来一块可以照到全身的镜子。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咱们府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面全身的镜子啊？来，快过来自己看看。娘站在镜子前高兴地招呼我，
我顶着头上的重物，慢慢从凳子上站起来，缓缓地走到铜镜前。这镜子虽然不算清楚，可是这么大的一面，倒是也让我基本看清了全身的样子，不禁被自己的美如天仙的样子惊呆了。只见偌大的镜中，我穿着五彩蚕丝裙站在那里，阳光打在镜子上，将金色的丝线反射出点点光斑。光斑在经过镜子的折射照到我身上，我整个人犹如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全身流动着如流水般柔顺的光芒，再配以白皙的瓜子脸，整个人只能用闪耀动人来形容。我没想到平时不怎么打扮顾彩月的这份皮囊，猛一打扮起来居然会这么漂亮。看来我错过了很多美丽的机会呢，我不自觉地笑了笑。娇嫩如花的樱唇立刻扬起一个优美的弧度，仿佛春天刚刚采摘下的草莓，新鲜诱人。眉眼弯弯，明眸皓齿，我终于第一次理解了这些词的含义。怪不得上官玉会如此喜欢顾彩月，应该就是以我的极致加上她本身的美貌，才让她如此着迷吧。怎么样，满意吗？娘亲伏在我的肩膀，含笑着问我。我点点头，用手拨了拨额前的散发，转过身对她道：“那我们进宫吧。”傻丫头，要么这么着急着走？她娇嗔地拍了拍我的肩：“你还没吃早饭呢，你定定心心地吃了早饭，我先去看看你爹准备好了没有。要是好了，我差人来叫你，我们三人一块走。”我没有异议的点点头，因为皇上宴请的都是大臣的嫡妻，所以除了娘爹的其他老婆是不能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娘要说我们三个人一起走的道理，她想让其他小妾知道，我们才是一家人，他们不过是附属品而已。我真的是有点看不懂娘了，她有时候可以清清楚楚地抛开爹，即使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也能不见就不见。有时又把爹看得比什么都重，哪怕是在人前的一次恩爱，她也要做到十足十的像。娘对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情，我想我大概永远也弄不清楚了。算了，我弄不清楚就弄不清楚吧，他们在一起都生活了几十年了，自有自的一套相处方式，我还是不要一直杞人忧天了。就在我真的定定心心吃完早饭的时候，娘派人来通知我了，让我到门口去。我估计是爹准备好了，该出门了。来到门口，正巧看到老爹和娘一起走出来，后面跟着爹的小妾。他们看娘的神色，大多数都是嫉妒的，只有一个是根本不在乎。我仔细瞧了瞧，知道她就是爹这几年来最宠爱的五夫人，年龄只比我大5岁，却成了可以做他爹的夫人。走吧。娘显然也看到了他的不屑，话中隐含了一丝愤怒。我不敢违背这个时候的娘，这个时候的娘好像一只随时会发怒的狮子，我没有必要为一个不认识的人让自己吃亏。红儿扶着我乖乖地上了车，一路和爹娘往皇宫而去。第27章进宫2。马车一路行到了离宫门口不远的地方，外面的噪声突然大了起来，车速也慢了下来。我掀开帘子一看，只见宫门口到处停满了皇亲国戚、各家大臣的车子。放眼望去，宫门前宽阔的广场上硬是被各种各样的马车挤得满满当当，寸步难行。饶是数9寒天，管家仍是急得满头是汗，直直问我们：“老爷，怎么办啊？”爹凑到窗口一看，不由得蹙了蹙眉头，重新坐回位置说：“能怎么办？只好等了。”管家哦了一声，便不再说话。我看了他们一眼，倚到窗口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那扇朱漆的宫门。上官玉就在里面吧，我和他现在只隔了一道宫门的距离。车子如龟速般在拥挤的广场上行进，大概足足有1炷香的时间，我们才终于走到了宫门口。管家赶紧将我们府的牌子递过去，侍卫看了一眼，就放行了。进入皇宫，车子便由太监带着，他把我们引到停车场，示意将马车停在这里。我略略看了一眼，这里起码已经停了有100辆车子了，而门口还有好多车子没进来呢。看来今年的宴会规模办得非常大。好了，我们这就分开行动吧，到时别忘了到前殿集合。老爹提醒道。娘点点头，你就放心吧，晚上我会和月儿过去的。好。
老爹点了点头，转过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月儿，我们也走吧。娘拉起我，朝后宫的方向走去。既然已经进了皇宫，那老爹自然跟他们的一帮大臣在一起，我和娘则到后宫去转转，总不能跟着老爹和他的一帮朝中朋友一起玩吧。好在皇上想到非常周到，他怕有些命妇在宫中和妃子公主们并不熟，没有地方可去，特地安排了一批宫女太监在宫中两旁的甬道上设摊，像集市上的小摊一样，贩卖一些小东西。我和娘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凑热闹的机会，手挽手的朝甬道走去。便宜卖了，便宜卖了！刚走到那边不远处，就听见太监独特的尖细嗓音正在吆喝。我和娘忍不住一笑，这太监卖东西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我们在热闹如集市的甬道上走着，两旁的太监宫女不停地吆喝着，真有集市上的感觉。我左右看了看，发现每个摊位上都围了不少人，甚至还有一些王府的郡主。我拉着娘往摊上走去，只见上面琳琅满目的放着香囊、步摇玉佩之类的物件。由于是皇家进的货，每一样都是经过供货商精挑细选出来的，既保证给皇家以足够的质量和颜面，又保证宫中所售之物为皇家独有，市面上没有。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是奢华精美至极，让那些贵妇小姐们争相抢购，不论价格。我也挑选了一只用翡翠打造的步摇，这只步摇乍一看没什么特别，可细细一看，上面用软玉打造出了一朵出水芙蓉的样子，并配以粉色镶钻衬托如婴儿般粉嫩的花瓣，整体线条之流畅，颜色之娇嫩，与我今天身上的这件衣服尤其相配。我几乎想都没想的就买了下来。娘爽快地掏出银子付了钱，把我带到一边，让红儿拿下我头上自己家里带来的那只步摇，把这只带了上去。不错不错，挺好看的。娘仔细地看了看，连连点头，这宫里的东西果然不一样。我含笑地看着她，娘，那咱们再逛逛吧。不了。她嗔了我一眼，低声道，咱们该去看皇后娘娘了。第27章进宫3，看皇后。我怔了怔，她点点头，对呀，咱们都来了一会了，该去给皇后娘娘请个安了。要是她待会想来这里，我们再陪她来，现在该走了。哎，进宫就是这点烦啊，动不动就要去跟皇上皇后见个面，其实我并不想见他们哎。还未等我发表任何意见，娘已经不由分说地拉着我朝皇后的临福宫走去。犹记得上次去是给皇后拜寿，今天去又是过除夕，怎么好像每次我去临福宫不是祝贺就是庆祝哎？一路畅通无阻的到了临福宫，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进进出出有不少。今天皇上特别下旨，进出各宫无需通报，皆可自由出入。娘带着我走进宫里，我看见皇后衣冠端正地坐在主位上，正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妇女说着话，看见我们来了，微微一笑。娘赶忙拉着我走过去，拜倒在皇后面前，臣妇携小女来给皇后娘娘拜早年了，祝娘娘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好好好，快起来吧。皇后心情愉悦，忙招呼我们起来。娘淡笑着和我站起来，皇后朝我道，月儿，怎么这么久都不进宫来看看本宫哀？皇后这话说的似怨似嗔，我微微顿了一下，心中盘算着，要是我回答的好，自然可以让她高兴，要是回答的不好，那肯定会让她生气。这么说来，我不敢大意，急忙垂眸低头，声音温婉道，回娘娘的话，月儿前阵子伤好后一直在练武强身，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不会给殿下带来麻烦，自己打理一切。最近这阶段，因为筹备着过年的事，月儿想要表演一个节目，正在准备，所以一直没空来看娘娘。但是月儿一直在心里给娘娘祝福，希望娘娘身体健康，越活越年轻。我一番口不对心的话说下来，皇后温文尔雅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旁边的妇女听了我的话后，惊讶地瞪大眼睛看着皇后，娘娘，她就是对。皇后淡然一笑，她就是本宫未来的儿媳，丞相顾方言的女儿顾彩月。哦，久闻顾小姐芳名，今日有幸一见，真是月琴的荣幸。
我抬头，见说话的人就是刚才我和娘进门时和皇后说话的那个妇女，我不认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话。皇后仿佛知道我的心思般，解释道，她是玉儿的姑母。姑母？那就是皇上的姐姐了。据说皇上的这个姐姐体弱多病，一直在府里调养，很少出来露面，我不认识她也是情有可原。而今天是大年夜，她出现在皇宫，显然是来赴宴的。想到这，我扶了扶身，玉儿见过长公主。免了，起来吧。这个月琴长公主倒是很客气，什么也没问的就让我起来。皇后看了我一眼，继续跟她讲起了话，不再将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我见他们不再注意我，便放下了心，悄悄退到一边，却一下子感觉有无数道视线向我射来。我心中一惊，刚刚放下的心又一下子提了起来。娘也感觉到了其他人的视线，她轻轻握了下我的手，我无奈地在心里叹了口气，每次在临福宫出现，总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走吧。既然今天不方便跟皇后闲话，跟皇后请过安后，娘拉起我轻轻地退了出去。走出临福宫，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还是宫外的空气新鲜啊，宫内实在太压抑了。玉儿，刚刚平静了一下，身后就传来那个人不确定的声音。娘下意识地朝我看了一眼，转过身去给上官玉请安。我一转过身去。第28章魔术，夫人，快免礼。上官玉一个箭步跨过来，扶起躬身请安的母亲。娘朝他笑了笑，这是应该的，殿下。上官玉腼腆地笑了笑，转头看向我，不由得愣住了。过了好一会，他几乎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才眼中带着一丝惊艳地问：你们刚从母后那里出来？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忙点点头。他哦一声，反应慢半拍地说：我正要去母后那里。我在他灼热的眼光中无所遁形，忙仓促地嗯了一声，拉起娘的手就走。那我们就不打扰你进去了。哎，等等。他这回倒是反应迅速地抓住我的手臂。我一愣，低头看了一下，这小子又在大庭广众下跟我拉拉扯扯的了，忙低声斥问：你干什么？你别走，等我出来后去我那玩。什么？让我上他那里去玩？我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他见我脸色微变，已经头脑迅速地凑到我娘亲面前，笑道：夫人，可以让玉儿去我那玩玩吗？这小子又乱来了。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忙给娘使眼色。娘有些受宠若惊地看看上官玉，又看了看我，根本不理会我拼命给他使眼色，使得眼睛都快秀逗了，对上官玉连连点头：殿下要小女去玩，那是小女的荣幸。好，那就让玉儿在这里等我，我进去一下就出来。上官玉满足的一笑，又口气关切道：夫人要不要趁这个时间去沁霞殿休息一下？沁霞殿是皇上专门为各命妇开辟的休息室，娘对于上官玉的关心有些承受不住，看着我的眼睛已经欢喜的似要滴出蜜来，忙摆了摆手：殿下不用管我，臣妾自己去就可以了，您赶快去见娘娘吧，我会让玉儿在门口等你的。上官玉神色一喜，不再说什么，只握了握我的手，说了一句：别走，等我出来，就举步往临福宫去了。等到他的身影没入临福宫的门内，我才娇嗔地喊了一句娘。娘亲不以为意的高兴地握住我的手，欢喜道：看来你跟殿下的感情发展迅速啊。他一见你就想跟你在一起。我扁了扁嘴，心道还不是你给创造的机会，不过心中倒是有一丝甜蜜渗出，对于那个小子的自作主张并不生气。看着娘高兴的面容，我整了整神色，我这个娘亲一心希望女儿攀上高枝，现在好不容易攀上了，又这么得宠，自然喜上眉梢。只是我担心她现在是真心为我高兴，时间长了会不会把我当成攀龙附凤的工具？也许是我太偏见了吧，娘对我这么好，我不该怀疑她，可是人都是会变的，人心更是不可测的。今天对你好的人，未必明天仍旧会对你好，即使他是你的亲人。好了，娘，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故作害羞的低下头，不让他看到我的表情。娘以为我是真害羞了，
轻声笑了笑，努力收起含笑的样子，一本正经道：“好好好，我不说了，那你在这里等殿下吧，我和红儿先走了。”第28章魔术2。哎，娘，我想说，你真的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呀？可是看到红儿朝我暧昧的眨眨眼，娘又飞快离开的背影，我半张的嘴硬是没把下半句话说出来，慢慢的收住脚步。你愣着干嘛？一个人突然从背后拍了下我的肩，我吓了一跳，忙转过身去，瞪大眼睛看着他，你这么快就出来了？他挑了挑眉，唇角扬起一个笑意，你在外面等我，我当然赶快出来了。不是怕我跑了吧？我扁了扁嘴，不经意地抬起头，心中蓦地一跳。阳光下，他浓密的睫毛仿佛2把小扇子一样遮盖在漆黑如墨的眼眸上，我的视线正好与他看着我的眼神撞了个正着，脸上腾的一下红起来，有些不争气地转移话题道：“你叫住我干什么？”他轻声笑了笑，俊朗的脸上忽然带起一丝狡猾，凑到我面前轻声道：“想你了吗？难道你就没有想过我？”晕，又来这句。我没好气地朝他翻了个白眼，他就不会换一句话吗？这句话我已经有了免疫，根本不起作用了，指不定换一句还能让我脸红心跳一下。我决定不理他，朝他摇了摇头，径自朝前走去。你一个人待在这里慢慢想吧，我走了。月儿，上官玉忙一个箭步拉住我，讨好的笑道：“我跟你开玩笑的。”我不置可否的眨眨眼，哦。他拉起我，边走边解释道：“上次你不是说戏法的事吗？应该练得差不多了吧？”我以为他担心我晚上的表演，心中一甜，点点头，今晚表演没有问题。真的？他欣喜地拉住我，我一愣，觉得他的问话好像不是这个意思，脑中莫名的就闪过一个念头，刚要开口阻止，他已经说出来了：“那你先表演给我看一下好不好？”这怎么行？我想也没想的便脱口而出，末了发觉有些太直接了，又加上一句：“这戏法第一次看才新鲜，看过之后再看还有什么意思？没关系嘛，你到时正式表演我还是给你捧场的。”他眨眨眼：“不要，我没新鲜感了。”你还要什么新鲜感？他不解地抓了抓头，有些奇怪地看着我。我朝他会狭的一笑，给看过的人表演第2次，我还有什么新鲜感？天，你这也算原因？上官玉彻底无语了，一脸挫败地看着我。我忍住爆笑的冲动，好久没整到这小子了，今天难得整他一回，真是打心眼里痛快。所以我说不能给你表演。最后我一本正经地总结这个问题。上官玉彻底没戏，两眼一瞪，直直地看着我，拉着我的手竟然赖在原地不走了。我使劲拉了拉他，走哎，他没反应。我又拉了拉，你走不走？他撅起嘴，瞥了我一眼，不情不愿地回答：不走。你真不走？那还有假？第28章魔术3。好。我挑了挑眉，你不走我走。说完不再理他，甩了他的手就往前走去。上官玉错愕了2秒，忙紧走2步，抓住我：你还真走哎？难道还假走？你……他悻悻地住了嘴，为了我把他的话重新重复还给他而郁闷不已。我得意地扬了扬唇角，跨着大步朝前走去。他没有办法，顿了顿，只好举步跟上我。于是就这样，一路上我们就在到底能与不能表演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上官玉，我警告你，你再烦，我晚上都不表演了。我被他烦得实在没辙了，猛地停下脚步，气呼呼地看着他。他怔了一下，皱了皱眉，叹了口气，样子非常遗憾道：好吧好吧，我不好奇了还不成不吗？这才乖嘛。我笑呵呵地揉了揉他的头，换来他一阵怪叫。不过为了满足他强制压下的好奇心，也为了考验一下自己的水平，我给他表演了2个小魔术，一个是消失的铜板，另一个也是跟铜板有关，空碗变铜板。我拿出一个铜板放在左手上，2只手翻转给上官玉看了一下，证明自己手上没有任何东西，然后左手覆盖在了右手上，示意把铜板放进了右手，可是打开却没有。还没等上官玉反应过来，我又把左手往右手上一盖，铜板就出现在右手上了。咦，
玉儿，好神奇，你怎么弄的？上官玉忙抓住我的手，想看看我左手里有没有铜板，可是打开一看，那块他先前看过的铜板正安静地躺在我右手上，而左手什么都没有。他诧异地抬起头看着我，我笑了笑，并不马上解释给他听，又拿过2只碗，先让他看一下碗中什么都没有，然后将碗口向下使2碗重叠，接着将2只碗翻转使碗口向上，摆分号，第29章，除夕。我将铜板拿到手里，演示了一遍从左手放到右手的过程，问，你这样看我是不是把铜板放右手里了？上官玉仔细地想了想我刚才的过程，没发现什么玄机，照理应该放进去了，便点点头。我神秘的一笑，边说边把刚才的动作又重新演示给他看了一遍，关键就在这里。其实我并没有把铜板放进去，只是在翻转的时候将铜板用食指移到了虎口的位置，用虎口把它夹住了，所以右手打开后没有铜板，因为它还在我的左手里。原来是这样，我一番演示，让上官玉明白了为什么看似将铜板放进了右手，实则右手并没有的原因。他自己拿出一枚铜板，照着我的方法试了一下，忽然像大悟一样看着我。那之后之所以又出现在右手，是因为你再次把右手盖住的时候，把放在虎口的铜板放进右手里去了，是不是？聪明我见他只听我把奥妙讲了一半，自己就领悟出另一半的原因，着实非常高兴，便让他用慢动作给我表演一遍。果然成功，哈哈，看来我家上官玉不仅聪明，而且能干。那第二个呢？满足了第一个的原因，他开始追问起第二个的奥妙来。我也不装神秘了，将一只碗拿到手里，开始演示，其实和第一个手法差不多，先将铜板藏在碗底，用手压住。当2只碗重叠的时候，用上端的碗遮住放钱币的碗底，铜板顺势掉下，所以就在另一只碗里出现了。上官玉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用慢动作表演了一遍，果然和刚才的结果一模一样，似突然顿悟道，原来是这样，手上变换姿势都是为了藏东西和迷惑大家。我点了下头，对，这戏法都是靠手里的变换来弄的，手中速度越快，观众越觉得神奇，效果也就越好。他摁了一声资源熊出品，我赞同点点头，将碗放到桌上，你终于明白这个原因了，真是让我煞费苦心。没想到他撇了撇嘴，不屑地白了我一眼，怎么讲的自己好像7老80岁的样子，还煞费苦心呢？我扁了扁嘴，能让你觉得我不容易，我容易骂我？上官玉被我怪腔怪调的语调逗乐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我看着他灿烂如春天般的阳光笑容，心中不禁一动，唇角也无意识勾起一抹弧度，心中满满的都是快乐。中午时分，上官玉留我在他宫里用膳，我极力推辞。因为我在他宫里已经停留了大半个上午了，虽然我们早晚要成亲，但总归不符合规矩。没想到到了午膳时间，他还要留我。我不睬他，举步往外走，他赶忙拦住我，招呼着丫头将午膳端上来。我见他拦着不让我走，还自顾自地让丫头把饭菜端上来，不由得有些生气地瞪着他。他不以为意地笑笑，你先别急着生气嘛，你看我都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菜，你怎么也给我一个面子吧。我回头一看，只见桌上满满当当的摆了数十道菜，里面的确有几道我爱吃的，譬如清蒸桂鱼、草菇鸡汤以及翡翠虾仁，不过他居然说这些菜都是我爱吃的。嘿嘿，我狡诈的一笑，淡声问，你说这10几道都是我爱吃的，你当我是猪爱？第29章，除夕2。上官玉闻言脸色一变，僵硬地看着我。我以为他又会被我整得没话说，谁知他上下打量了我几眼，慢慢摇了下头，神情极其认真道，好像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猪。上官玉我被他说得快抓狂了，这该死的臭小子居然敢打趣我，明明知道本姑娘生的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居然说我是最漂亮的猪。面对我的抓狂，他十分无辜地眨巴着天真的大眼睛，没再像以前被我整得想买块豆腐撞死的样子，而是淡声道，别总是这么叫我，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好听。什么？这臭小子还在接再厉了？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气呼呼的直喘气。镇定，我一定要镇定，不然我又要处于下风了。镇定片刻，我露出一个自以为迷死人不偿命的笑容，柔柔地看着他。我的名字也很好听，你为什么不叫我？他眨巴了下他闪亮亮的黑眼睛，突然极其温柔地喊了我一声月儿，当即搞得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差点没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去。月儿，他更进一步，不过我往后退了一步，继续用他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声音说，就留下来吃吧，看在我给你准备了这么多菜的份上。见我瞪着他没什么反应，他又下了剂猛药，就让最漂亮的猪陪最玉树临风的猪吃一顿吧。啥？他也把自己比成猪？还玉树临风？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这小子脸皮真是越来越厚了。不过话已至此，我也不能再推脱，只好半推半就地坐下来。他眼睛一亮，欣喜地在我旁边坐下，连丫头布菜都不要了，居然亲自动手给我夹菜。我看着他俊朗的面容上带着如孩童般纯真无瑕的笑容，心中莫名的就一颤。这样纯净毫无杂质的笑容，在现代除了在孩子脸上，还能在哪里看到呢？情之所动，我情不自禁地夹起一块鱼肉放到他碗里。他定定地看着碗里的那块鱼肉，半晌好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半晌没有反应。我看他激动的一副快要承受不住的样子，挑了挑眉，你慢慢激动吧，我肚子饿了。然后不再理他，埋头大吃起来。这么好的菜，不吃浪费了，况且还是上官玉这小子的爱心午餐，我得好好享受享受。午后的阳光慵懒地洒下地面，我吃过午饭，往皇上专门为个命妇开辟的休息室沁霞殿去了。我想娘一定在那里等我。走在皇宫中用青石板铺就的甬道中，耳边不断地响起一声声炮竹声，仿佛都在喜悦地告诉大家，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辞旧迎新，每个人都兴奋而喜悦。走进沁霞殿，里面热闹非凡，林林总总坐了几十号人。我在店里扫了一圈，看见娘正和其他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妇人坐在北角一处的桌子边喝茶聊天。我走过去，刚要给他们几个见礼，他们见我过来了，忙站起身，纷纷率先朝我打起招呼来。这就是夫人的令爱吧，长得可真漂亮。对于他们的话，我走到一半的步子顿了一下，不解地朝娘看了一眼。她微不可察地朝我摇了下头，我怔了一下，立刻明白过来。想必虽然我只是他们的小辈，可是身份却高他们一截，他们自然抢先跟我打招呼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觉得好笑，要是我嫁的是皇帝，他们是不是要我退到门外去，然后他们出来接驾？我控制住自己失笑的表情，礼貌地朝他们回了一礼，月儿见过各位夫人。第29章除夕3，他们忙微笑着让我起来，不住地点头，然后自觉地退到一边，不再拉着娘说话。娘满脸含笑拉过我的手，寓意深刻地笑着问，回来啦？午饭在那里吃了吧？我没好气地在心里朝天翻了翻白眼，现在都未时了，我能没吃过吗？不过脸上仍然微笑着点了点头。娘见我点头，脸上的笑容又大了一点，拉着我的手轻轻拍了拍，把我带到桌子边坐下，时不时问我一些情况。夜幕徐徐降临，几位命妇招呼我们一起去前殿赴宴。娘笑着与众人点头，拉起我朝经常举办大型宴会的宁昭殿走去。记得上次就是在宁昭殿定下了我的终身大事，今天又要回到那个地方，人生真是有趣。大概是沁霞殿离宁昭殿有些远的关系，当我们赶到的时候，皇后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一群人忙上去给皇后请安，皇后淡笑着让大家免礼，上自己的位置去坐。我抬起头，看到上官玉正坐在皇后身边，停下了正在与三皇子说的话，转过头看向我。我看了他一眼，没敢在皇后面前对他笑，他倒是毫无顾忌地咧开嘴朝我露出一个笑容。那笑容傻乎乎的，看得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皇上驾到，随着太监一声洪亮的叫唤，我们刚刚落座的身子又急忙站起来，迎接大储的这位皇帝。我撅了撅嘴，刚刚给皇后行过礼，现在又要给皇上行礼，
这古代的跪拜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完全适应啊？简直是活受罪。跟着众人一起跪下，我听到一阵衣服的摩擦声由远及近传来，一抹明黄停在我身边不远处。皇上的声音随后响起，众卿平身。我站起身，看到皇上和上次在宁昭殿见到的一样，依旧一身龙袍，精神状态很好，只是眼角似乎多了一些皱纹，可能是又老了1岁的缘故。皇上在主位上坐下，大概是因为除夕的原因，虽然有皇上在，但大家都没有像上次皇后的生日宴一样显得拘谨，而是气氛活跃。几个老臣甚至还给皇上敬酒，皇上亦配合的一口饮尽，惹得众人纷纷拍手叫好。歌舞表演随即顺着这么热闹的场面开场，一群穿着绫罗绸缎的女子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袅袅婷婷地登上烟雾缭绕的舞台，仿佛从空中而来。再仔细一看，他们7个人身上的服装竟然组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寓意着7仙女下凡，福佑大楚。皇上龙颜大悦，虽然他知道这不是真正的7仙女，可是组织者可以想出这么个节目来，也可谓用心良苦，希望大楚繁荣昌盛。在这欢庆